这下有人过来了，快放开我！谁知萧明彻冷冷抬头朝那边瞥了一眼，并未松手。殿下，奴婢不知太子殿下在此，惊扰殿下，罪该万死。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退下！奴婢遵旨。那位便是太子殿下吗？太子殿下当真一指金相，风姿不凡。可不是呢，我从没见过比殿下更英俊的人。刚才跟太子殿下在一起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嫔妃，能引得太子殿下无法自持。然而听说东宫有一位成妃，很得殿下喜欢。他真是好福气，太子殿下如此英俊年少，若我也能进东宫就好了。都闭嘴！今日带小主们出来夜游，也是不合规矩。如今冲撞太子殿下还不知收敛，各位的小主的去处，主子自有了定论，不日便会公布。勿要再说这些话，将来若去了别处，今日之言便会惹人诟病。多谢姑姑提点。那日沈雨然一袭华美衣饰出现在皇后身边，已经足以令她疑惑。今日萧明彻竟然在宫中拥着她，而且看那情形，居然是萧明彻不肯松手。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呢？段青兰百思不得其解。他离皇家太近了，所以皇家的一切都令他神往。我以前就知道他的心气儿很高，但我从未觉得这是什么问题。一个人喜欢吃的好些，住的好些，用的好些，并不是错。的确，他心中冷笑，谁不想吃住好些呢？可谁会像徐婉宁那样踩着别人的性命去争呢？或许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切，令他对太子妃之位如此固执。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？殿下与徐婉宁相识10余年，臣妾认识她不过几月，哪里知道她的心性？在你心里，她是个恶毒的女子。莫非在殿下心中，她是个善良的女子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两句对话，他们俩上辈子说过。前世两人说过这话之后，萧明彻和他俱是勃然大怒，彼此认为对方不可理喻，当真是造化弄人。案子早就结了，若我认为他善良，还会有今日双云殿之事。沈玉然陷入沉思。沈玉然，你可真是对旁人你和颜悦色，对着我你总是那副模样，好像我欠你什么似的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妾侍奉殿下一向恭敬，岂敢不尊？我之所以一直说他不可能是真凶，是因为我了解的徐婉宁绝对设计不出这么精巧的计划。如今证据确凿，证明徐婉宁虽然对臣妾动了杀心，但所有的杀人计策都是姚氏主谋的。殿下若是不忍心徐婉宁的遭遇，为何不在双云殿为她开口求情？这是两码事。可殿下答应过要娶她，莫非她做了阶下囚，殿下依然信守承诺？那是自然，除非她自己不愿嫁了。沈玉然微微一怔，忽而想起在双云殿时，皇后命荣国公将徐婉宁尽快远嫁。他望向萧明彻，男人目光沉稳，显然正是此意。男人多情的时候是当真多情，而当他们无情，也比女人无情100倍1000倍。上一世沈玉然亲尝了这滋味，到如今终于也轮到徐婉宁品尝了。昨夜双云殿的事，孙琦都已经向朕禀告了，荣国公府一干人等如何处置？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范富姚氏公然在皇家园林中屡屡谋划凶案，实属首恶，必当处置。那荣国公府其他的人呢？此案早已经有锦衣卫结案，不宜大动干戈，而臣恳请父皇对荣国公府其他人网开一面。纵然徐婉宁心思歹毒，你还是不忍心吗？而臣曾对他许诺终身。徐婉宁绝不可能进东宫。你这孩子，朕听说你很宠爱那个沈晨辉，在东宫里凡事都依着他。朕还以为你对徐婉宁的心思已经淡了许多呢。
父皇和母后总提醒儿臣，凡事要以国事为重，勿贪恋儿女私情。儿臣从前不肯听话，叫父皇母后担心了。儿女私情不是不能谈，不过要分得清楚，孰轻孰重。你能得这些教训，荣国公府这些人倒是办了件好事。此事朕会让孙吉处置妥当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儿臣不孝，固执己见，令父皇担忧了。宫里正在选秀，皇后又替你相中了2个秀女，她怕你嫌东宫里的女人太多，一直拿不定主意留哪个。今日既说到这里，朕便做出2个都留下。萧明彻微微蹙眉，脑中不禁浮现出沈雨然那张清丽绝俗的脸庞。听到东宫里要再添2人，他那双如春泉寒波的眼睛，不知道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神情。怎么，你不答应？儿臣不敢。只是选秀本是为父皇充实后宫，东宫里添人实在令儿臣不安。你还是放不下徐婉宁吗？难不成你堂堂太子要为了他当和尚？朕今日跟你说的这些话都白费了。萧明彻，你听好了，这是朕的旨意。儿臣遵旨。朕亦曾似你这般年少时，也曾钟情于一女子，对她痴心一片，恨不得将9天皓月、定海神针都捧到她跟前，只为博她一笑。父皇所说的女子是母后吗？可惜朕如此待她，她却践踏朕的真心，正如徐婉宁之于你。荣国公府的人以为他拿捏住了你，所以敢在皇家园林里肆意妄为。这是朕的教训，也是你的教训。皇后不是朕最钟情的女子，但她是朕的妻子，也是最适合坐在凤座上的女人。彻儿，你要记住，帝王注定是孤家寡人，臣子也好，女子也罢，都只是你手中的棋子。儿臣谨记。王殿下一路跟着奴才，当真是辛苦了。公公整日为父皇办差，才是真正的辛苦。奴才的确有急差要办。王爷长话短说，荣国公府的事，父皇怎么说？跟王爷所料不差，姚氏除去，其余人从轻发落。那徐婉宁还能进东宫吗？自是不能。明彻没有力争。尊齐摇了摇头，靖王的脑中立即浮现出沈雨然秀丽的身影。得了沈雨然，不怪萧明彻动心。当真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啊！本王原本打算利用徐婉宁的事，让萧明彻跟父皇母后翻脸，如今简直无计可施，也不是毫无办法。求公公救命啊！孙琦嘿嘿笑了2声，开口说了1个字，然后径直离开了。在聊什么呢？说的那么入神。公主在说，今儿一早，陛下为瑞安殿下赐了婚。是吗？怎么这么匆忙？进了哪一家？你才从父皇那里回来，都没听他说吗？说的是别的事。处置荣国公府的事，父皇怎么说？父皇自有主张。哦。父皇到底给瑞安定的哪一家？成国公府、维远侯府？不是这2府的世子，是崔相的小儿子崔继元。崔相家。萧明彻的神情变得捉摸不定。皇兄，那个崔继元可是有名的风流才子，虽然有才，却到处留情。我记得有一回，他还跟四哥争一个花魁，2个人在大街上就打起来了。瑞安肯定不喜欢。贵贵妃打的算盘不错啊，不过婚嫁之事不是靠算计能算计得好的。皇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瑞安喜欢崔继元吗？他喜欢傅文书，应该不喜欢吧？他跟我一样，早就认识崔继元了。若是喜欢，
哪里还用得着等到今日？以崔纪元放浪不羁的性子，必定不会刻意讨好瑞安。再者，瑞安亦不喜欢崔纪元，他跟你一样，都不是惠贵妃那种可以随时放低身段的性子。即便嫁去相府，未必能帮惠贵妃做多少事。惠贵妃要做什么事？你还是要好好琢磨自己的婚事。瑞安的事就让瑞安自己烦恼，就不怕父皇突然为你赐婚？堂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像瑞安那样被突然指给不喜欢的人。萧明彻原本只是随口逗他，却不想荣安一下竟哭了出来。你放心，瑞安的事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母后不会拿你的婚事作为筹码。父皇未必想瑞安嫁给崔纪元，这是定然是惠贵妃拼命求来的。他劝得极有道理，然而荣安非但没有止住眼泪，反而哭得更厉害了。公主，甄玉然朝萧明彻使了个眼色，萧明彻知道他在赶他走，颇为无奈，只得起身往双云殿内走去。公主就那么喜欢他吗？你说的是谁？我说的自然是一个姓沈的人。什么姓沈的人？我都不知道什么姓沈的人。不说就算了，我还是请太子殿下过来劝解公主。姐姐，我不是不说，不过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公主殿下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若是陛下和娘娘已经为公主有了考量，公主往后还是不要再见沈宴了。不，我不要，我要见她。万一陛下和娘娘有了别的旨意，公主怎么办？沈宴又怎么办？她只是一介穷书生，若是叫陛下和娘娘以为她引诱公主，她就完蛋了。姐姐，你是说我会害了沈宴吗？我只是为沈宴和公主担心，她跟公主之间身份悬殊太大。可是沈宴很聪明，明年恩科考试她一定能高中，到那时候母后一定会答应的。姐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觉得我不应该喜欢沈宴吗？这是公主和沈宴之间的事，我问的是你。若是公主问我的想法，我的确认为你和沈宴不太合适。荣安倏然起身，瞪着眼睛盯着沈玉然，片刻后拂袖而去。你跟荣安说了什么？她好像气得不轻。就是些姑娘家的私房话，殿下别打听了。私房话？什么私房话？你的还是他的？都说了私房话，我怎么会告诉殿下？怕了，反正你最会的就是气人。荣安喜欢沈宴，你看出来了？哼，就知道是这样，孤又不瞎。甄玉然赶紧捂住嘴，他正心烦意乱着，萧明彻这么冷不丁的一问，当下便没有防备，脱口说了出来：殿下，这是公主的心事，殿下能不能装作不知？不能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。是公主的私房话，殿下想对旁人说就说去。荣安既然喜欢沈宴，做哥哥的自当成全。明日去给母后请安，替她禀明母后。不要！求殿下增思，沈宴正在准备明年的恩科，若是现在闹出这些风波，将来便是高中，旁人会说他闲话。你之前吞吞吐吐的，还以为你担心母后嫌弃沈宴，没想到你话里话外的意思，竟然是嫌弃荣安偷猎沈宴。甄玉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玉然目光微暗，早知道荣安会看上沈宴，他就不写信叫沈宴过来了。你家这沈宴14岁中秀才，17岁中举，的确称得上天资过人。说他明年能中进士，放眼整个朝堂，也数出类拔萃。你就那么笃定沈宴可以高中？不是笃定，更不是轻视公主，只是沈宴是我的家人，她如今读书有进益，我希望她能够专心备考。万一她能够高中呢？沈家没落已久，沈宴是全族的希望。你想拖延此事，直到恩科结束，这个不难。臣妾求殿下。只要你跪了。玉然知道他想要什么谢礼，只能把心一横，扬起脸，在他下巴上轻轻啄了一下。这个吻来得太快，也来得突然，以至于沈玉然从他怀里溜走的时候，他还是猛的。殿下既然答应了要办，就不能反悔，一定要办到。
江明彻还在回味下巴上温柔湿润的感觉，听到沈玉然的冷声提醒，这才惊觉那女人已经离他几步之遥了。他压根儿没把他这点警告放在心上，这后悔方才没有搂紧了他，竟叫他溜走了。沈玉然进东宫这么久，两人也有不少亲近的时刻，今日是两人的头一回亲吻，竟还是他主动。萧明彻的脑中反复回味着刚才的情景，太液池的风无法吹灭他心头的火苗。萧明彻在太液池边坐了许久，直到用膳的时候才回来。手笨脚的，擦个花瓶都能打破呀！不给你点教训，往后只怕要骑到我们头上去呢。姑姑，花瓶不是奴婢打碎的，奴婢洗好了放在家，等去拿了花回来就碎了，不知是谁打碎的。哎，你这狗奴婢还敢狡辩！趁着我此刻还好说话，自己张嘴。公主请陈辉进去说话。有劳了。沈玉然跟着内侍进了院子，余光下意识地朝院落一角瞥去，这一瞥便是愣住了。在院墙一角里被掌嘴的宫女不是旁人，正是前世对他忠心不二，一直陪着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方玲。公主啊，沈陈辉来了。太子殿下听闻公主与相府崔公子定亲，特意挑了一份贺礼为公主道贺。皇兄送了什么贺礼？瑞安慢悠悠地转过头，沈玉然示意身后宫女捧锦盒上前，锦盒里放着沈玉然精挑细选的一只姬香玉鸾鸟宝钗，乃是名将潜心打造，鸟口中携着的美玉更是价值千金。瑞安贵为公主，当然识货。她伸手拿起宝钗，在手中把玩了一下。替本宫谢过皇兄，殿下说兄妹之间不必客气。此刻瑞安望去，见沈玉然锦衣华裳，金钗玉钉，他的亲人此刻受到帝后重罚，全是拜眼前这个女人所赐。哼，沈陈辉真是好本事。不知公主指的是装傻充愣是吧？你进东宫不过3-2月的光景，竟把东宫搅得天翻地覆。公主此言差矣，搅弄风云的人不是我，我身份低微，并没有这样大的本事。哼，你倒是谦虚呢，就你那身狐媚功夫，怕是整个京城都挑不出第二个来。公主尚未出阁，倒是对内围之事如此熟悉，本来嫁得如意郎君，婚后日子一定舒心顺畅了。瑞安本就为婚事伤心，这话一出，自然听出了沈玉然的嘲讽之意。沈玉然，你怎么敢如此跟本宫说话？别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低贱的身份，你只不过是被人从东宫角门塞进去的玩意儿，居然敢在本宫面前趾高气扬。闻当年杨妃娘娘以宫女身份入宫，给皇后娘娘和温贵妃娘娘都梳过头，还是得了皇后娘娘的举荐，去陛下身边伺候梳头。若她听到公主这般言语，只怕会伤心了。瑞安脸色骤变，抬手拿起手边的茶壶，朝沈玉然狠狠砸去。沈玉然并未躲闪，茶壶落在地上，砸得粉碎，溅起不少茶水在她的裙摆上。公主殿下保重身体，安心待嫁。他信步回了双云殿，萧明彻已经坐在了桌子旁等着用膳了。他眸光锐利，一眼瞥见她的裙摆打湿了，蹙眉道：臣妾奉殿下之命去给瑞安殿下送礼，言语冲撞了他，就瑞安殿下便拿茶壶砸了臣妾。你受伤了吗？多谢殿下关心，臣妾并没有受伤，只是打湿了裙子。他拿茶壶砸你，你为何不躲？臣妾就是什么？臣妾想着自己毕竟是代表殿下去恭贺他的定亲之喜，他再怎么生气也该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至于真砸过来。只是没想到臣妾失算了。萧明彻脸色难看至极，不过他并非冲动之人，思忖片刻又问：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沈玉然便将自己进殿之后的遭遇如实说了一遍。
说到最后，其实也怪臣妾。公主的话虽然难听，毕竟说的是实言。臣妾的确是被人从东宫角门塞进来的，不该因着这些实言顶撞公主。直言，走。殿下要去哪儿？现在是用膳的时辰。他拿茶壶砸你，礼尚往来，你也应该给他砸回去，不是吗？沈玉然的确有心在萧明彻跟前给瑞安上眼药，但他万没想到萧明彻居然要他砸回去。瑞安是堂堂公主，这怎么可能？殿下，沈玉然反手抓住他的手，试图拉住他。不如算了吧，毕竟没真砸着我。什么下贱玩意儿都敢骑到我的头上，一个个的真把我当成死人了。太子殿下驾到！没想到沈玉然会向萧明彻告状，也实在没想到萧明彻会来玉兴宫找他算账。听闻太子哥哥这些日子一直在静养，不知心下可大好了？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什么？我只是对姑送的贺礼不满吗？不是的，这话是沈成辉说的吗？太子哥哥，你别误会了，我很喜欢那只鸾鸟宝钗，已经命宫女收好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不喜欢父皇给你定的婚事了？过去养心殿替你说一说，把这婚事取消了。不是的，我很喜欢父皇赐下的婚事。杨妃替他定下这门亲事，为的是拉拢崔相。如果萧明彻把此事捅到父皇跟前，母妃绝对不会原谅他。是吗？玉兴宫砸得噼里啪啦的，这么热闹，想瞒住父皇也很难办的。太子哥哥，我今日只是一时心烦才砸了东西，与婚事无关。一时心烦就拿东西砸人啊？瑞安愣了愣，看向萧明彻身边的沈玉然，明白他是为了给沈玉然出气而来。太子哥哥，我不知道沈成辉怎么同你说的，我没有拿茶壶砸他，我只是手滑才摔了茶壶。太子哥哥不能只听信他一面之词。有心也好，无心也罢，我只看到她的裙子湿了。她是堂堂公主，可以向太子行礼，可以向太子妃行礼，断没有向一个区成辉赔礼请罪的道理。倘若向沈玉然赔礼，天家威仪何在，颜面何在？但他母妃刚被褫夺封号，降为妃尉，绝不可能在此时为他出头。至于父皇，如果萧明彻说他对赐婚不满，他父皇一定会站在萧明彻那边，而不会帮他。殿下离开后没多久，宋夫人也过来了，在院子里等着跟夫人说话呢。哦，叫她进来吧。妾身给成辉请安。宋夫人一大早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成辉贵人是忙，想是忘了今儿是东宫里添新人的日子。等会儿宫中会送人过来，成辉是东宫品级最高的嫔妃，自是要出门接旨的。沈玉然的确把这茬忘了，他立即让丫鬟伺候梳妆更衣。正在描眉的时候，李嬷嬷进来传话，说是宫中传旨的太监到了。何采薇和段青兰一样，都册封为凤仪，但意外的是，沈玉然和宋启新都跟着进了位分。沈玉然晋为良院，宋启新晋为了凤仪。谢陛下恩典。沈玉然接了圣旨，却没多高兴。晋位分固然是好事，可他这位分越晋越高，怕是不好逃走了。宋启新以为他怕别人分走萧明彻的宠爱，正在伤心难过。都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进去再说吧。宋启新见沈玉然依旧闷闷不语，两位妹妹，先来拜见沈良院，恭贺良院进位之喜吧。妾身见过沈良院。沈玉然的余光瞥见何采薇，转回了笑脸。快起身，不必客气。说话间，他对上了段青兰的目光。目光交汇的一刹那，段青兰飞快地低下头。真是奇怪，前世遇到段青兰的时候，分明是个举止正常的人，今日怎么这般畏缩，目光闪躲，像在打什么坏主意似的。想到这里，
沈雨然又觉得自己不该擅自揣度别人。或许段青兰就是初入东宫，心中紧张了。不知两位妹妹怎么称呼，家乡是何处？妾身何采薇，就是京城人士。妾身段青兰，家里是军户。进入了东宫，往后都是自家人，两位妹妹不必多礼。良渊，太子殿下来了。话音一落，屋子里的4个女子都面露惊讶。宋启心进了东宫几个月了，自知萧明彻不曾把自己放在眼中，到底有些期待。何采薇那日在太液池边远远见了萧明彻一眼，未曾有太多波动，只是如今进了东宫，再听到萧明彻的名字，心境自是不同。一转头朝门口望去，段青兰这一世重生便是为萧明彻而来。那晚遥遥一见，已是心神摇晃，此时更是两眼直勾勾地望向门外。至于沈雨然，则是一股无名之火窝在心口。才在月春阁赖了一宿，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陛下，宫中来人将何凤仪和段凤仪送了过来，臣妾正跟他们说着话呢。免礼。殿下怎么来月春阁了？孤不能来。殿下进宫参加朝会了，臣妾以为殿下要天黑才回来呢。今日朝会散得早，孤的糕点呢？沈雨然听着发愣，这才想起昨晚为了哄他离开，答应一早给他送糕点。都住下了，还要糕点？子玉，去小厨房端些糕点过来，多拿些，大家都尝尝。萧明彻用鼻子哼了声，他回来是跟他一起吃糕点的，不是跟大家。他抓起沈雨然的手腕，径直就拽着他往后院去了。屋子里剩下3个女人面面相觑。子玉本来担心太子殿下会被新人勾走，见太子一眼都不看他，心眼里为沈雨然高兴。凤仪，您看良院要侍奉殿下，我们先告辞，明儿再来给良院问安。子玉将他们3人送了出去。出了月春阁，3人都忍不住往回望一眼。太子殿下很宠爱沈良院，对旁人都是不屑一顾的，两位妹妹习惯了就好。段青兰和何采薇都没有言语。自打知道被指来东宫，何采薇对萧明彻是有些期盼的。可惜啊，萧明彻不曾看他一眼。比起何采薇的想法，段青兰自然是复杂得多。前世他与沈雨然相交不多，只在宫宴上匆忙见过一次。当时沈雨然初为太子妃，比今日还要风光。那年元夕灯会上，宫中各处流光溢彩，火树银花交错的流光中，沈雨然仍是最瞩目的一个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位出身低微的太子妃，所有嫔妃贵妇们都在窃窃私语着。他们说沈雨然是被人当成礼物送进东宫的，能有今日的造化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。还有人说太子并不喜欢他，只是他挟恩自重，逼着太子立他为正妃。太子真心倾慕的是荣国公府的徐婉宁，这才一复位就把徐婉宁接进了东宫。段青兰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，她只是个有名无实的梁王妃。那晚的她如木头一般坐在梁王身边，遥望着对面琼姿花貌的沈雨然。沈雨然似乎不太高兴，整晚没跟身边的太子说话。段青兰看到太子几回去拉沈雨然的手，都被沈雨然推开，那时他心里就泛酸了。同样是皇家儿媳妇，沈雨然怎么就那么好命呢？后来梁王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不再让他以梁王妃的身份进宫赴宴。偶尔听宫女们说东宫的闲话，说太子宠爱徐婉宁，一个侧妃的吃穿用度都越过正妃去了。
闲话越传越多，说太子妃小产失去孩子后遭到太子厌弃，又说如今东宫都是徐婉宁说了算，太子妃形同虚设。他惊讶之余又有些幸灾乐祸。当初在宫宴上，太子看沈雨然的目光极是温柔，到头来还是落得跟他一样的结局。直到梁王府被查抄，他进了慈宁宫，才知道当初并没有看错萧明彻的眼神。原本他重生的时机甚好，恰好在选秀之前，可为何沈雨然提前就得了萧明彻的宠爱呢？他该怎么办？说件高兴的事。殿下有话就说，别卖关子了。不想听我就不说。殿下请说。云影初回京城了。哦，怎么会回京？当初他说游历结束便回北疆去。云侯过继了一个儿子，已经上书为此子请立世子之位。云侯戍边不便回京，云影初就回京城帮忙打点侯府的事务。殿下怎么说？那人跟云侯的亲缘虽然隔得远些，也是云家人，而且听说他天资很高，武功堪匹敌云侯。北疆总需要能人守护，父皇今儿在朝会上已经准了，今日给母后的请安的时候遇到云影初了。哦，他说后日侯府要为世子举行宴会，想要你去侯府。真的？出趟门就这么高兴？殿下是殿下，随时都能出门，自是不稀罕。那姑稀罕什么？萧明彻见他这般模样，忍不住俯身凑近，沈雨然不自觉地往后退，可身后是冰冷的廊柱，退无可退。殿下，东宫新来了2位凤仪，既是陛下赐的，殿下不该冷落，过去瞧瞧才好。姑不是正在瞧你吗？殿下是太子，对东宫嫔妃总该雨露均沾，既瞧了臣妾，该去瞧瞧其他姐妹了。一番话说得深明大义，萧明彻却知道他压根儿就不是这么想的，抵在廊柱上的手放了下来，拢在他的腰上。雨露均沾，总得先叫你沾上雨露，才轮到他们不是？沈雨然别过脸，用口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：流氓。给你带了好消息，你就这反应？臣妾不是备了这许多的点心向殿下致谢吗？殿下一口不吃呢？沈雨然听着他的话，忽而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。以往2人这样贴身而战时，萧明彻必定会有反应，灼热的、僵硬的。今天他把自己堵在这里，2人贴着身子站了这么会儿，他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沈雨然抬眼看看他，又低头望下去，果然是平平无奇。你在干嘛？没干什么，臣妾只是担心殿下的身体。见他低头望去的地方，萧明彻哪有不明白的？这2日太医给他换了解毒药方，说是药效更强，只是服下去会有些其他的不良影响。但是没想到太医所说的不良影响竟然应在这里。今日萧明彻看到沈雨然那促狭的笑意，自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。他愤愤松开怀中的温香软玉，飞快地离开了月春阁。多日不见，沈姐姐越发娇艳了。影初，快别这么说，本就是大美人，还怕人说吗？沈姐姐还没见过我兄长吧？云影初身后10几步远，站着个锦衣玉冠的少年，身姿挺拔如芝兰玉树，那种凌厉的目光跟京城里养尊处优的王孙贵胄截然不同。沈雨然的脑中无端端地冒出了一种猛兽狼。大哥，这是我跟你说的，沈姐姐。少年朝沈雨然拱手，眼睛看向云影初。沈姐姐是太子殿下宫中的良院？沈良院在下云峥有礼了。世子，我没骗你吧？沈姐姐是不是比你从前见过的姑娘都美？也是极美，可惜看着还弱不禁风了些。大哥只知道习武，哪懂得江南美人的韵味？你懂。反正我见了沈姐姐，才算知道诗里的那些写美人的句子都不假。
他抢了你看上的人，你还跟他这样要好？嘘，我跟太子殿下已经没关系了，这里是京城，大哥别再乱说话了。云峥不以为然地撇了下嘴，跟着云影初一起去跟新来的客人寒暄。良院，这边请。公主，沈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当然没有，当日原是我冒失了，无论如何，那是公主和沈燕之间的事，轮不到我来智慧。荣安拉着沈雨然的手走到敞厅的窗户边，外头夏阳灿烂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照出粼粼波光。两人倚窗坐下。不是这样的，那日本来也是我追着问姐姐的想法，殿下是不是跟公主说了什么？我不是有意告诉她，是她自己猜出来的。皇兄知道也没什么，皇兄跟我说了，如今的沈燕一无所有，我若闹着她，只会影响她的前程。那公主往后打算怎么办呢？荣安趴在窗户边，看着水面上波纹划过，一抹红色鱼身晃动，随后消失不见。公主，甄姐姐，你的心情我都明白。其实我知道，沈燕若能娶到公主这样的女子，是她的福气。我是被沈燕吸引，不过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。况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公主的意思是，我和沈燕才见过2回而已，不想去想太久远的事。或许她喜欢上了别的姑娘，或许我遇见了更俊俏的郎君，等等再说吧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是怎么了？我跟公主说了些私房话，不能告诉你的。哼，当初我离京的时候，你们俩还没这么要好呢，竟是背着我如此亲近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谁让你一个人出去游历，把我们丢在京城？现在知道还是跟我们一起玩才好吧？那是当然，这些糕点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们尝尝。真厉害！影初，怎么不见其他女客呢？没有其他女客，只有我俩。怎么说？今日本来是以兄长的名义请客，镇北侯府在京城的亲故不多，按家父的意思，只请了朝中一些大人，未请女客。前儿影初进宫给母后请安，遇到我便说起了此事。我许久没见沈姐姐了，便让影初借机把你给找出来。是因为许久没见我了，还是因为许久没出宫了？荣安被沈雨然戳穿，起身冲到沈雨然身边，挠他的痒痒。沈雨然自是不甘被欺，当下也起身反击。正闹得欢时，沈雨然忽然瞥见屏风的旁边出现了一个人。少年抱臂而立，唇角咸笑，姿态甚是不羁。大哥，公主和沈姐姐都在呢，你怎就往里闯？我又没做什么。还好没请别的女客，公主和沈姐姐都是自己人，不会问你的罪。问罪？你怎么不在前厅会客？难道你把宾客都晾在那里，自己跑过来了？方才东宫抢了人过来，说是太子殿下请我今晚去趟东宫，我怎么回？要去吗？镇北侯府跟东宫素无往来，太子殿下邀请云峥过府一叙，想来是有笼络之意。爹爹怎么把这些难题扔给我啊？云影初瞥向屏风后面荣安公主和沈雨然的影子，顿时有了决断。去吧，我那兄长布置内宅规矩，让2位好姐姐受惊吓了。这有什么惊吓的？我倒是好奇，质子虽不是你的亲兄弟，也是你们云家的人，难道他不住在侯府吗？不懂这些规矩吗？我们的祖父是堂兄弟，他们那一脉早就搬出侯府了。你们知道的，5年前北疆有一场恶战，我的嫡亲兄长还有3位叔叔都死在了草原上。那之后爹爹把他们这些远亲召集到侯府里，想暗中寻接班的人，不过为了历练，也都是在军中。原来如此，我瞧着世子跟你挺亲近的，还以为他自幼便在侯府呢。大哥那个人是这样的，看起来不怎么说话，不过为人极可靠，爹爹和我都信得过他的人品。虽是继子，
在我心中也是真正的兄长。听殿下说，世子在北疆立下过许多战功。他习武的天资极高，如今连爹爹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皇兄武功也很高啊，不知道谁更厉害。云影初想了想，这不一样，不能比的。沈玉然了然，的确没法比。萧明彻的武功是在演武场里跟着侍卫们练出来的，而云峥是从尸山血海里踩着无数人命走出来的。这子今晚要去东宫吗？你去不去？这殿下又不是召我去东宫，我自是不去。也是，看云影初的模样，似乎不大想去东宫。沈玉然知道，云影初当初虽是帝后相中的太子妃，但他对萧明彻亦有些动心的。两世子过来了，说他那边的客人都已经送走了。都这么晚了吗？公主再不回去，恐怕宫门要落锁了，那样我就直接去公主府了。莫非公主很快就要搬去公主府了？确实，萧妙瑜已经定了亲事，父皇正在择日让她搬去公主府。我是她的姐姐，到时候一起搬也是顺理成章。萧妙瑜是瑞安的名字。恭喜公主，如果真搬去了公主府，荣安便是真正的自在了。影初倒把他给忘了。说了一整日的话，有这么多话可说吗？姑娘家的事，大哥少打听。时辰差不多了，我是不是该去东宫了？这该过去了，公主和沈姐姐都还在这儿，天色已晚，大哥正好可以护送一下。护送？大哥不知道吧？前阵子有人公然在京城大街上行刺太子殿下，沈姐姐和荣安殿下也差点受伤，就让人把他俩请到侯府来，是我在皇后娘娘跟前拼命求来的。哦，敢刺杀了太子的刺客，我倒是想会会。无耻！你可要好好护送，若有差池，娘娘和殿下饶不了你。他很得太子喜欢。云影初赶紧示意他晋升。白马上的云峥世子身姿挺拔，如在华岳。察觉到有人注视，他猛然抬眼，沈玉然并未躲闪，朝他颔首示意。月色下的笑靥朦胧皎洁，沈玉然有些怅然。若他也习了独步天下的武功，一人一马仗剑天下，该有多潇洒多惬意呢？沈姐姐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是不是担心这么晚回东宫，皇兄会怪罪？许久没出门了，舍不得回去。我想想法子，尽快搬到公主府，到那时咱们天天出门，如此甚好。当院可回来了，殿下正命奴才去侯府接人呢。这位是镇北侯府的世子。在下云峥，原来是云世子。世子，这是东宫总管长乐公公。公公，殿下一直在等世子呢，世子里边请。行到廊化宫前，沈玉然和云峥站在外头等候长乐进去通报。主子，沈良院已经回来了，正在院子。话还没说完，萧明彻倏然站了起来，快步往外走去。一出大殿，便见皎皎月光下站着两个人。女子黛眉杏目，自有心事，低头看着随风摇漾的裙摆。少年风华正茂，身姿挺拔修长，目光冷峭坚毅。而这少年的目光正肆无忌惮地落在沈玉然身上，他的沈玉然。沈玉然虽然没在看那少年，但两人站得很近，在今夜这般清风明月的映衬下，两人如珠玉相映。萧明彻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有些呼吸不畅。沈良院。长乐嗅到了身旁萧明彻有些不对劲儿，忙唤了一声。沈玉然忙抬起头，见萧明彻神情复杂地站在店门口，心中不禁奇怪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出去久了一点？殿下，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荣安殿下也在。
于是就在侯府都说了会儿话。到底是跟荣安说了这么久的话，还是跟云有初，亦或是他身后这位云世子？萧明彻的目光瞥向他身后的云峥。云峥见萧明彻望过来，上前抱拳行礼：“臣云峥叩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免礼，你先回月春阁，不今晚过来。今晚过来？他都那样了，他还要过来干什么？这殿下今日召臣前来，有何旨意？这个云峥一路从侯府将沈玉然护送过来，他明知沈玉然是他的嫔妃，竟然那般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。同为男人，萧明彻自然读得懂云峥看沈玉然的眼神。听闻世子武功高强，如今连云侯都不是对手了。侯爷手下留情，臣侥幸获胜。家世代为朝廷镇守北疆，侯爷后继有人，着实令国欣慰。职责所在。一问一答之间，萧明彻看着云峥漫不经心的神情，已然明白云峥对他并无敬畏之心，最彻底放下笼络之意。殿下，奴婢这就把良缘叫醒。萧明彻径直走上前，展臂将熟睡的沈雨然从美人榻上抱了起来。银杏再傻，也知道这是什么场面，赶紧低了头退了出去。萧明彻见榻上依旧只摆着一个枕头，刚刚被他的睡颜融化的心又冷硬了起来。翌日清晨，沈雨然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先看到的便是近在咫尺的男子胸膛。他还没大睡醒，恍惚着眨了几下眼睛，然后猛地睁开眼睛。萧明彻是正对着他侧卧的，他梦中拼命蹭着的那个软枕竟是他的手臂。昨夜他抬手揉了揉眼睛，半握着拳头捶了捶还有点懵的脑袋。他记得昨夜萧明彻说要来月春阁，他一直坐在榻上等，然后睡着了。沈玉然有些发怵，他身上的衣服还算完好，但那只手并非乖乖搭在身上，而是放进了他的衣裳里。感知着那只宽大手掌上的宝茧，沈玉然忍着情绪，将萧明彻的手从衣裳里抬了出来。然而那只手晃了晃，重新将他扣住。他猛然抬头，对上了萧明彻红碎的目光。殿下，枕了姑的手臂一晚上，就没什么想说的？沈玉然朝他笑了笑，就势坐了起来，轻柔地替他捶着手臂。殿下昨夜几时来的？他声音柔婉，落在萧明彻耳中很是动听。他睡前并未更换寝衣，此时他坐起身，衣衫松垮地穿在身上，一头绸缎般的青丝略微凌乱地垂了下来。萧明彻看着他这副媚态横生的模样，只觉心头猛跳。他的目光牢牢粘在他的身上，抬起微微发酸的手，将他往怀里拉。不困得很，再睡一会儿。陈玉然被他拉拽着扑到他的胸膛上，被他死死抱着，动弹不得。抬起头，便是他硬挺的鼻梁和刚正的下巴。殿下即使还困着，便好好休息，臣妾先去准备早膳。江明彻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，假装睡了过去。沈玉然知道他在装睡，看着萧明彻一脸恣意的模样，沈玉然索性懒得挣扎了，侧头趴在了他的身上。他不动了，萧明彻眸光一动，看着他乌黑的青丝微倚扑在他的身上，他不动声色地挪了一只手，轻轻摩挲着他的发丝。怀中的女人依旧没有动，他习惯了他的触碰了吗？他整个人趴在他的身上，他清晰地感受着他玲珑有致的身子，这是他的女人。不然云峥之流可以窥探她的美貌，可有些风景和美好只会向她展露的。表姐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
积攒了不少落叶。门口坐着一个丫鬟，见萧明恒进来，也不说话。恒儿，表姐。萧明恒快步走上前，握住徐婉宁的手。我来看你了。去院门守着，我跟恒儿说几句话。是。恒儿，你给我娘亲的消息。姨妈她已经没了。表姐，母妃知道这个消息也哭了几日。表姐，你要节哀。节哀？如何节哀？徐婉宁红了眼眶，闭上眼睛，眼泪从眼角滚滚滑落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看向六皇子。娘娘和公主近来可好？听到徐婉宁口中生疏的称呼，六皇子微微一愣。表姐，你在生他们的气，怪他们没有出手相助吗？不是的，恒儿，我们一家已是戴罪之身，再攀扯亲戚关系，恐怕会连累你们。我不管，我不怕连累。表姐，我不喜欢你离开京城。可是有皇命在，我们不能不走。我去求父皇。六皇子说完，很快又泄了气。他只是想进宫府探望一下，父皇都不应允，又怎么会答应放过他们呢？我去求太子哥哥。没有用的，他已经变心了。不是的，我能进宫府来看你，也是太子哥哥松了口。徐婉宁眼中难掩泪意，也难掩恨意。她好喜欢萧明彻，也真的想嫁给萧明彻，可区区一个沈雨然，便让一切天翻地覆。表姐，你放心，等会儿我出府就再去东宫，这回我一定要见到太子哥哥，告诉他你如今的状况。恒儿，他不是你，他不会心疼我的。他明明一直都喜欢你。在双云殿里的嘶吼是他最后的法子了。萧明彻还是不为所动。恒儿，我指望不上旁人了，能指望的只有你。可我太没用了，我真是个没用的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妃被褫夺封号，眼睁睁看着姐姐嫁给不喜欢的人，眼睁睁看着你离开。不许你说这样的话，你不是没用，你只是年纪尚小，羽翼未丰。等再过2年，等你封了王，便有保护旁人的能力。等我封了王，我就把你们一家接到我的封地，不让别人欺负你们。恒儿，你要是跟我一样大就好，若是你大一些，我从小喜欢的人就不会是太子，一定是你。我？徐婉宁垂眸，忽而把脸埋在他的肩膀。帮姐姐一个忙，求你了。六皇子感觉到徐婉宁的手在拉自己的腰带，感觉到身上华服滑落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呼吸亦急促起来。皇后逼着我嫁人，我不想失身于那些阿杂的男人，求求姐姐好吗？六皇子感觉到徐婉宁的手在他身上游动，下意识的也抱住了她。徐婉宁扬起脸，将自己的嘴唇送到六皇子唇边，双手拉开了自己的衣裳，白皙细嫩的肌肤迷乱了六皇子的眼。他的表情开始迷离，只觉得身上的血气在一股一股的往脑子里冲，这样江明恒一辈子忘不了他，才会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。表姐，你真好。夏光明媚，荣国公府中，六皇子和徐婉宁团在了一处。少年白净的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，徐婉宁仰面倒在榻上，紧紧勾着他的脖子。六皇子年纪还小，依着宫中规矩，明年进士房才会安排宫女教导房中之事，因此他对这事儿一窍不通，如同初生牛犊一般。徐婉宁脸色苍白，只是紧抿着唇不吭声。他看着眼前的六皇子，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萧明彻。若那日在白马寺的禅房里，萧明彻能这样对他，该有多好啊！
当真已经买下来了。是啊，两位公子一起去跟主家谈的，原是想按梁院说的800两银子买下来。那主家见两位公子是读书人，心生敬佩，竟又让了20两银子出来，最后说下来780两。谢谢嬷嬷，还得谢谢李叔，帮梁院办事都是奴婢的分内之事。梁院也真是的，太子殿下珠宝玉器跟不要钱似的搬过来，梁院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如今买个宅子，倒高兴的跟个什么似的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东宫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太子殿下的，不是我的。这宅子可是我自己的。听沈雨然这么一说，子玉也跟着点了点头。奴婢去厨房瞧瞧梁院的燕窝好了没。沈雨然低头翻看着地契，有些爱不释手。梁院，奴婢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啊，当真？梁院是不是想说殿下的事？他怎么了？他不行啊。你呀，竟知道琢磨这些。不是奴婢琢磨，这殿下不行，往后梁院就无法有孕，如何立足啊？你瞧瞧宫里的温贵妃和姚妃，当初都是靠着商月皇子才封的贵妃嘛。殿下连着在咱们的月春阁歇了好几晚，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别说是奴婢了，这院里下人哪个不嘀咕？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。那是什么？你这阵子跟宋凤仪学账学得如何了？看账本倒是都能看懂了，就是要算账还是要差点儿。你可知道我当初为何让你去学账？梁月想让我帮忙管家？是也不是。有件事我现在同你说了，你未必会明白，但是这事对我很重要，我只信得过你才叫你去办。我打算让你离开东宫，去帮我张罗宅子和铺子。离开东宫？梁月，你是嫌弃奴婢伺候的不好吗？你我情同姐妹，我谁都不要也不会不要你。你放心，我先想法子帮你落良机。真的？沈雨然正欲说话，严姓的声音传了进来。太子殿下驾到。他还没起身，一见萧明彻跨步进来。殿下今日回来的倒是早，厨房里熬了甘荔枝汤，喝一碗解暑吧。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殿下来月春阁，臣妾几时不殷勤了？再说了，也是殿下指点臣妾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江明彻明知他在曲意逢迎，却受用得很，一把抱住近在咫尺的他。姑实在舍不得你。舍不得？什么意思？这又是哪一出？娘娘要起驾去行宫避暑了吗？朝廷赈灾的事出了岔子，流民越来越多，父皇斩了3个人，还是无济于事。他要姑亲自前去赈灾。沈雨然想起了前世的事。那江明彻被废，不仅仅的因为在婚事上顶撞帝后，跟赈灾也有关系。这么说，等他这次归来，陛下几时启程？明日。明日就走？沈雨然懊恼起来，这么匆忙，那子玉脱籍的事指望不上他了。这番失落的反应落进萧明彻眼中，自是另一番解读。要不你与姑同行？同行？沈雨然傻眼了。萧明彻明显感觉到怀中的温香软玉变得僵硬起来。你可真是……江明彻恼羞成怒，低下头去咬他的耳朵。殿下。沈雨然捂着耳朵缩了起来，像只受惊的兔子。萧明彻恨得牙痒痒，又拿他没有办法，用了片刻，只得将他松开。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？臣妾身边的丫鬟子玉跟臣妾情同姐妹，臣妾一直想替她脱了奴籍，给她些本钱，让她做些小生意谋生。给子玉脱籍？殿下能答应臣妾吗？可以。沈雨然雀跃起来，又不敢展露笑意，只能做出一副忐忑的模样。可是殿下明儿个就要离京了。离京就不是太子了？臣妾只是担心
给殿下添麻烦。沈雨然说的乖绝，萧明彻斟酌了起来。往常这些事情他习惯于交给傅温书去办，不过说起来，他已经许久没跟傅温书私下说话了。放心吧，กู会让人帮你办妥。不过